如果你想去纽约旅行，攻略太杂，景点太多，让你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急，看我接下来的旅行攻略，会让你思路清晰，抓住经典的游玩纽约。板凳搬好，搁住，现在开讲，绝对值得你一键收藏。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位于东海岸的纽约分为5个区：史坦顿岛、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曼哈顿。那些经典的打卡地标基本都集中在曼哈顿区，而曼哈顿又分为上、中、下城。如果你第一次来，可以安排个3到5天行程，经典玩法。下城游玩，首先我们来打卡自由女神，在码头乘坐游船抵达自由岛，360度仰望自由女神，也可以买票进入塑像内部参观。下城downtown也是金融区，当你坐游船返回岸后，再步行5分钟，你就会看到华尔街铜牛。再步行10分钟，可以去看双子塔遗址，以及世贸中心及1号大楼。傍晚打卡布鲁克林大桥，欣赏日落时分大桥背后的曼哈顿金融区。晚饭则可以安排在附近的唐人街。中城游玩，建议酒店可以选择订在中城，交通也比较方便，下楼就是时代广场，可以随时漫步于时代广场的白天和黑夜。其他主要地标景点有纽约市图书馆、中央火车站、大松果、高线公园、熨斗大厦。中城游玩的重头戏是看纽约全景天际线，可以选择登上的观景台有哈德逊广场 Edge、 网红观景台 Summit 或帝国大厦，而我选择的是洛克菲勒中心巨石之巅。上城游玩，这里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逛中央公园或旁边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如果你有额外的时间，还可以考虑城市周边景点，比如说长岛或是奥特莱斯、乐高乐园等。如果你的旅行时间有限，没办法去很多地方，那可以主要去以下这6个经典的景点。其实打卡很简单，但如果还能再了解到这些地方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也许会让你在纽约的旅行更有意义。那么纽约，我们来了解的第一站是大家都熟悉的自由女神像。首先，也许你知道它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那你有没有想过，法国送这个礼物最初的原因和愿望又是什么呢？塑像在至今130多年的历史里，象征着自由平等的精神，而现实生活中又是否真的那样理想呢？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又赋予它哪些新的思想和意义？今天我们来浅谈一下站在自由女神脚下的一点思考。自由女神右手高举自由火炬，左手捧着独立宣言，脚下是打碎的锁链，象征挣脱了束约，头戴7道光芒的冠冕，寓意自由之光辐射7大洲，所以她的本名又叫自由照耀世界。如此美好的愿景来自于法国政治家爱德华·拉布莱的提议，为纪念美国取得自由的成功，也是希望法国人自己也受到鼓舞，为同样民主的目标而战的理想。所以历经10年，一个身高20层楼高，由350片比硬币还薄的铜片拼接组成的空心巨人应运而生。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根据他母亲的外貌塑造了外形，而内部支撑结构是由埃菲尔设计建造的，对，就是那个后来建造了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埃菲尔。而在塑像站立了20年后，原来外表暗沉的铜色因被氧化，整体塑像被铜绿覆盖了。1个多世纪以来，自由女神代表了美法人民的友谊，也象征着人们争取民主、向往自由的崇高愿景。而现实中，美国又是否真的如此理想呢？自1886年塑像建成后的40年间，近1400万的移民就通过纽约港，在自由女神的脚下进入了美国。想象一下，那些在欧洲受穷凶迫害的人们，历经艰辛的越洋迁移，在船上还未看见城市，就先看到海上自由女神的那一瞬间，心中对未来的希望、兴奋、梦想无以言表。那将预示着人们不再受旧社会的贫困压迫，拥有了可以成就自我价值的机会。而那曾经用来启蒙世人的自由女神塑像，在移民者的眼里变成了流放者的母亲，欢迎着所有的外国人。那一刻，自由女神像成了美国的象征。
一个欧洲穷人和受迫害者的避难所，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地方。有时，这种理想形象掩盖了在美国定居的真正缺点和困难。越来越多的新来者重新定义、污染、威胁、攻击了这座城市。雕像原有的意义被亵渎，当再有欧洲垃圾船来到时，他也只能无奈地提起长袍。其实，欧洲移民与拉丁美洲、亚洲移民及非裔美国人当时还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民主自由。现实中的待遇差别与不公压迫并不会因为雕像的建立而消失。原来，自由女神脚下挣脱的枷锁，只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景和精神追求而已。当我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上读到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原来这种客观的阐述方式就足以有力量让我们看到事实中的正反。塑像从最开始代表着自由的理想，后到被移民者赋予了欢迎的希望，再到20年前911事件，塑像也为纽约普通民众表达了悲痛与愤怒。但无论是梦想与现实的差距，还是机会与困难的交织，这些年自由女神也是见证了美国的历史。未来她还会继续站在纽约港的自由岛上，客观看待着时代的变迁，并为来此追逐的人提供着自由精神的象征。下次当你再来看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许你又会看到它不同的意义。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你知道光鲜耀眼的时代广场也有黑历史吗？是这里的游客多，还是上海外滩的游客多？在这做巨幅广告又要花多少钱？时代广场不仅是百老汇、第7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点，也是纽约市的文化交汇点，更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今天我们在广场拉一把椅子坐下，沉浸式感受一下这座城市跳动的心脏脉搏与喧嚣繁忙，再来谈谈关于时代广场5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儿。这里为什么叫时代广场呢？150年前，这里还没有名字。到1872年时，这里慢慢成为了纽约马车业的中心，政府便将它称为朗格尔广场。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英国，因为那时的马车贸易集中在伦敦一个叫朗格尔的地方。后来在1904年，纽约时报在此设立总部大楼，这里才被重新命名为时报广场，后也被译为时代广场。每天这里有多少游客和消费呢？作为纽约最著名的地标、最热闹的地区，时代广场的客流量让它成为世界第2大旅游景点，仅次于拉斯维加斯大道。这里每天会涌入平均36万行人游客，最高时达45万。而上海外滩在2021年5·1期间的单日最高客流量是42万。也就是说，时代广场的游客几乎是天天过5·1。巨大的行人流量也带来了惊人的销售额。据统计，整个纽约市的游客每消费1美元，就有22美分是在时代广场消费的。而这里只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1000，却为全纽约市的经济总量贡献了15%。在这里做广告要花多少钱？在分秒必争的广告牌上，你也许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那你知道在如此巨大客流量的地区打广告要花多少钱吗？拿这块36米高的纳斯达克标志荧幕举例，租金每年至少要花费纳斯达克200万美金。相较于广告高频率的播放与巨大的客流，其实在广告市场内，据说这已经是很优惠的一个价格了。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广告地点之一，你面前的这座时代广场1号大厦内部其实大部分是空的，因为只靠外表25层楼高的广告牌就赚取了足够的收入，也能负担得起无人使用的全部费用。从外太空也能看到它的光亮。你眼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广告牌，每天24小时从不熄灭。当夜幕降临时，时代广场的灯光照亮了这座城市。
百老汇街上的剧院、商店、餐厅、酒吧、博物馆，用各式各样的娱乐形式吸引着游客。政府也规定商家必须要有亮眼的电子招牌，以至于在外太空的深夜里都能轻松地看到这里的亮光。炫目的时代广场成为了纽约的标志，反映着曼哈顿强烈的都市特征。时代广场也有黑历史，然而这人们娱乐的集会地，历史也不总像表面一样光鲜亮丽。自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很多商家剧院难以生存，他们便开始转变放映低俗电影，提供各种廉价形式的娱乐消遣。即便在二战宣布胜利后，也无法改变时代广场的年久失修，成为罪恶之地。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严重败坏了城市的形象，这种堕落的境地竟然持续了近50年，直到1980年代，纽约市政府才下定决心大力整改。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时代广场，在40年前才被洗白。在下一次的跨年夜，你也可以与100多万人同时在时代广场参加那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降球庆祝活动，在零下的纽约冬日深夜，等待新年到来的那一刻，亲吻自己亲爱的人。原来，即便是霓虹灯永不熄灭的时代广场，也曾有过至暗时刻。万人空巷的广场在疫情期间也曾空无一人，就如同人们在生活中也一定会有低谷时期一样。但只要保守住自己的心，终将走向阳光，不因眼前的多彩绚丽而淹没迷失了自己。即便是在外太空，也会看到你的光亮。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时代广场不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所在，但它却始终充满活力，与世界分享着它的平台，包容着多元的文化艺术。时代广场也总归是人一辈子应该来一次的地方。在一个看似充满金钱味道的城市里，也可以享受自然的一片清新。在这里，人们追求财富梦想的同时，也在追求身心健康上的更富有。在繁忙紧张的生活之余，与朋友席地而坐，与家人享受时光。一片钢筋混凝土里的人造绿洲，这里便是纽约中央公园。美国纽约市中心曼哈顿上东区，在拥挤且有序的都市中，中央公园这片世外桃源如城市的掌上明珠一般，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俯瞰中央公园这块巨大规整的长方形，占地341公顷，如果北京颐和园平移过来的话，面积大概是它的87%。在公园建成的165年里，全年免费对外开放，让它成为了全美访客最多的城市公园。而访客中，外来游客其实只占2层左右，大部分是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因为公园里有10公里长的环园道路，是人们日常慢跑、徒步、骑车、溜冰等户外娱乐活动的好去处。机动车道与人行车道也互不影响。当然，你也可以尝试马车游览，体验一下纽约当年的交通形式。这里你可以与朋友在人工湖上划船，或与家人孩子看动物、玩游乐场。即便只有你一个人，也可以在草地上旁若无人地晒个太阳。不做计划，不看攻略，就这样漫无目的的闲逛，一个下午或一整天，所有看到和遇见的便都是惊喜。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有一天可以出现在电影电视剧的场景中？ What happens next? Only time will tell. XOXO, Gossip Girl. 而现实中的场景是中国二胡。
这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地方。听着街头惬意的音乐，漫步在中央林荫大道上，看着两侧那些曾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留下过一笔的著名人物塑像。无论人们平时生活如何忙碌追逐，中央公园都是人们心中对绿洲的一种纯净向往。即便身处高楼林立的环境里，公园中夏季的郁郁葱葱，秋季的浓墨重彩，冬季的白雪皑皑，都是大自然为这座城市保留的本来色彩。也许你的生活也可以像中央公园一样，在繁杂的世界里看尽都市的繁华后，内心依然向往和拥有那一缕恬静。这里便是纽约中央公园。这是一个平民靠自身努力积累财富，白手起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豪与全球首富的故事。他的身家财富总值折合今日有4000亿美元左右，巅峰时曾在1914年时在美国 GDP 的 2.4%， 是如今那些闻名的富豪们都无法相比的。他的出现垄断和革新了整个石油行业，后又致力于慈善事业40年，捐款总额达5亿美元之多。他便是赚每一分钱都不肮脏的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出资建造联合国总部大楼、世贸中心等地标建筑都是洛克菲勒后代家族的成就之一。而今天我们来到他另一个地标建筑，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比起做简单的旅行攻略，我想景点背后的人物故事也许更让人感兴趣。今天让我们站在这巨石之巅，360度俯瞰纽约全景天际线，试着想象一下洛克菲勒及其后代家族创造的辉煌历史。金钱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他的慈善事业为美国富豪行善开创了先河，让今天的比尔·盖茨或巴菲特等富豪们都为之效仿。他曾捐资创办了现在的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很多教育医疗慈善机构。当1931年大萧条时期到来，他们家族为了给纽约人提供工作机会，建造了洛克菲勒中心，我们脚下的这座由19个建筑组成的城中之城。70层楼高的景观台设计是模仿了邮轮的甲板，意在营造游客在大都市海洋航行的感觉。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在当时只有25%就业率的情况下，为纽约人提供了4万个工作机会。当年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树点亮，就是为了向洛克菲勒表示感谢。于是，这个仪式便一直延续至今。洛克菲勒能成为空前绝后的巨富，源自于他生活严谨，一生勤俭自持。因为他深知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他曾在给孩子38封信中提及，我们劳苦的最高报酬不在于我们获得什么，而在于我们因此会成为什么。他认为从事一项充满热情的事业，比只知敛财的欲望更为高尚。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我们的思想大小决定了我们成就的大小，所以洛克菲勒的后代家族也继承了他优秀的基因。如今我们站在巨石之间，依然也无法企及洛克菲勒的高度。但作为一个在美国近代史上如此富有传奇色彩与争议的人，曾写下一首短诗，总结了自己97年的一生。我从小就被教导，既要娱乐也要工作。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悠长愉快的假期，全力工作，尽情玩乐。我在旅途上放下了一切忧愁，而且上帝每天都善待着我。你知道纽约标志性建筑布鲁克林大桥的建成背后是由设计师的不幸殉职、工程师的全身瘫痪，最后由工程师妻子传达指令而完成的伟大工程吗？今天让我们走上这座被誉为工业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布鲁克林大桥，感受纽约曼哈顿的都市气息，以及历史与现实间的车水马龙。
其实这项雄伟的工程是耗尽了工程师罗布林一家2代3口人的毕生心血，以及20名建筑工人的生命，才建成了这座世界桥梁史上的丰碑。150多年前，在当时很多桥梁专家认为是天方夜谭的压力下，设计师约翰·罗布林依然力排众议，雄心勃勃地要打造第一座横跨曼哈顿与布鲁克林之间的大桥。然而在刚开工3个月，设计师老罗布林就因公受伤，在拒绝就医后不幸去世。工程师小罗布林继承父亲遗志继续施工，但却因为长期在水下作业患上了潜水病而全身瘫痪，工程一度陷入了即将夭折的境地。尽管小罗布林当时丧失了活动与说话的能力，但他的思维还依然敏捷，在只能动弹1根手指的情况下，与他的妻子艾美丽交流。从此，艾美丽便开始传达她丈夫的指令。整整13年间，她自学高等数学、力学、桥梁学等课程，往返于工地和家中，担负起工程的实际指挥重任。直到1883年，大桥最终落成，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跨最长的悬索桥。大桥全长1834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41米，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建造的大桥。如今雄伟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不再是曼哈顿与布鲁克林之间唯一的桥梁，但它在过去的140年间一直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现在每天有10几万辆汽车、几千辆单车和行人游客从桥上通过。下一次在日落时分，当你在漫步于布鲁克林桥上的墓道时，看着背靠曼哈顿天际线的这座古老悬索桥，也许会感叹，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其实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面对艰难时坚持下去的勇气。1根手指就可以成就一座大桥，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你知道纽约华尔街为什么本名叫强街吗？还有如今华尔街游客必打卡的铜牛，当初其实是艺术家为了出名私自摆放在那儿的。今天我们来走进这条只有8个街区长、11米宽，在高楼夹缝中的破街陋巷，这里便是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华尔街作为美国财富的象征，世界金融市场的晴雨表，现在的华尔街一词早已超越了这条街道本身。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联邦储蓄银行等很多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华盛顿宣布就任第1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纪念馆都在这一区域。那华尔街为什么叫强街呢？简单来说，就是17世纪这里曾是荷兰移民者占领的土地，便建设了最初完整的金融体系。那时这个城市叫新阿姆斯特丹。为了抵抗英国殖民者及附近的印第安人，他们便沿街建造了一座4米高的泥土木板墙。最后英国人从海上攻陷了这个城市，那面墙也随即被拆除，这里便被改名为纽约。不过英文名强街却被保留了下来，中文音译其实是美化了英文名 Wall Street 的发音，称为华尔街。热情的游客们最喜欢打卡的地方就是华尔街的铜牛了。不过你知道吗？这其实是意大利艺术家莫迪卡为了博取关注，私自将自己苦干2年，花费36万美元制作的街头艺术品。这头重达3.2吨、高3.4米的巨大铜牛，深夜里用一个卡车拉来，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的。这是他送给纽约的圣诞礼物。他希望来年经济可以牛市冲天，鼓励人们积极度过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艰难时期。如此有想法的艺术家，也是上海外滩金融牛的设计创作者。而华尔街铜牛虽然最后没有被允许放在纽交所门前，但是却被迁移到几条街之外的鲍林格林公园。从1989年12月20日至今的整整33年里，铜牛一直是对金融乐观和繁荣的象征，也为往来的游客增添着牛气与祝福。未来有机会，你也可以来亲自摸摸这头华尔街的铜牛，借着铜牛的力量和勇气，新年里蓄势待发，永保牛市。
好啦，这就是我纽约系列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又和我完成了一次旅程，我也继续邀请你和我踏上未来的旅行。新年里我们一起出发吧！别忘点赞哦！好啦，这就是我纽约系列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又和我完成了归根结底，我总结起来就是得陇望蜀是痛苦的根源，懂得满足感恩才会获得平静安稳。